袁天罡临死前那句话，唐朝第一神算留下的藏头诗，怎么被一路解读到2026？贞观19年的春天，长安城外的槐花刚刚开，一位老人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被人问了一个很平常的问题。问话的人叫高士廉，是当朝的申国公，唐太宗的心腹重臣，也是长孙皇后的舅父。他问的话很简单：你这一身本事，接下来还想做什么官？在唐朝，这是一句客套，也是一句好意，意思是你想升迁吗？我可以替你在朝上说话。可老人只回了一句：我自知相命，今年4月数尽。意思是我给自己算过了，今年4月我的寿数就到头了。高士廉当场没有接话，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袁天罡。在整个唐朝，如果只能挑一个人来代表术数这2个字，那一定是袁天罡。他替人看相几乎没有失手过，而现在他把这套本事用在了自己身上。同年4月，袁天罡去世，时间分毫不差，1300多年过去了，这句话被反复引用，也被反复改写。有人说他临终前留下的不只是这一句，还有另外几个字藏着整个大唐的结局。也有人说他和另一位唐朝奇人李淳风一起留下了2本天书，一本叫《推背图》，一本叫《藏头诗》。而那本藏头诗从清朝末年开始被一代又一代人拿出来重新解读，一路解到了今天，解到了2026年。今天我们就从这句话开始，把这条长达1300年的解读链条一节一节拆开来看，看看袁天罡到底说了什么，藏头诗里到底写了什么，那些对号入座的解法是怎么冒出来的，以及最关键的一件事，2026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被塞进一本唐朝书名底下的。先说袁天罡这个人，他是益州成都县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隋朝大业年间，他当过资官县令。唐朝建立之初的武德年间，蜀道使詹俊给了他一个火井县令的职位。火井在今天四川邛崃一带，是中国最早利用天然气主盐的地方之一。一个相使管的是天然气井，这本身就有点意思。真正让他名动天下的是贞观8年，也就是634年，唐太宗听说了他的名声，把他召到九成宫。九成宫在今天陕西临游县，是唐太宗避暑的地方。见面之后，唐太宗开口就是一句带着考验意味的话，他说：汉朝有严君平，朕今日有了你，你觉得怎么样？严君平是西汉末年成都的大术士，在市集上替人卜卦，一天赚够100钱就收摊回家赌老子。他是蜀地术数的天花板，也是成都人的骄傲。太宗这句话等于是把袁天罡跟他放在同一个秤上称。袁天罡的回答在整部唐代笔记里都算得上大胆。他说：严君平生不逢时，臣遇上了圣主，臣胜过他。这句话换一个人说出口就是狂妄，但太宗听了很高兴，把他留在了长安。接下来发生的事才是袁天罡名声的真正基础。在九成宫，一批当朝重臣排队请他看相。第一个是中书舍人岑文本。袁天罡看完说：你学堂宽阔，眉毛盖过眼睛，文才会震动海内，但你头顶的骨还没长成，如果做到3品官，恐怕是折寿的征兆。10年之后，贞观18年，岑文本升任中书令，正3品。第2年，也就是贞观19年，他随太宗出征辽东，在军中暴病而死。第2个是侍御史马周。袁天罡说：你伏羲冠脑，肩有玉枕，背上像背着东西，贵不可言。近代以来，君臣相得到你这个地步的极少，但你面色发赤，命门色暗，耳后骨不起，耳无根，恐怕不是长寿的相。后来马周官至中书令兼吏部尚书，君臣情分之深在初唐罕见，48岁去世。第3个是同席的张行成。袁天罡说：你5官相承，得官虽晚，终究会做到宰相的位置上。后来张行成官至尚书，又仆射，3个人3种命，3次全中。这就是为什么当高士廉问他还想做什么官的时候，那句我自知相命，今年4月数尽，会让在场的人后背发凉。而在这一切之前，袁天罡还做过一件更著名的事，那是在利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广元。当地都督武师勤请他到家里看相，袁天罡先看了武师群的夫人杨氏，说他会生贵子，接着看了2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说是保家之主，又看了女儿，说也是大贵之相，但恐怕会不利于丈夫。最后
乳母抱出了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穿的是男孩的衣服。袁天罡看了几眼，让人把孩子抱到窗边走几步。看完之后，他说了一句话：这个孩子如果真是女子，那就实在不可窥测，将来当为天下之主。那个穿着男装的婴儿就是武则天。这一段记载出现在《太平广记》所引的袁天罡传里，也被《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方济传收录。它是袁天罡所有预言里流传最广的一则，也是后来所有预言书都绕不开的起点。因为只要你承认袁天罡在武则天还在襁褓的时候就看出了他会当皇帝，那么后面任何一本挂着他名字的书都自然带上了一层可信度。现在说第二个人，李淳风。如果说袁天罡的身份是相士，那李淳风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他生于602年，卒于670年，齐州雍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凤翔一带。他在唐初的太史局待了将近40年，一路做到太史令。他的成绩单非常硬，他写的《以四战》是中国古代星战学的集大成之作，里面第一次把风力分成不同等级，这件事比欧洲早了1000多年。他编定的林德历后来传到朝鲜和日本，成为当地历法的基础。他改良的浑天黄道仪让唐代的天象观测精度上了一个台阶。他还受诏注释10部算经，这套教材后来被唐代国子监的算学馆直接拿去用。一个人同时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历法家和仪器制造者，这在任何时代都是稀有动物。而让他被民间记住的却不是这些。隋唐佳话里记了一件事，李淳风在校对新一年的历书时，发现初一那天会出现日食。日食在古代被视为凶兆，尤其是出现在朔日。太宗听了不高兴，说：如果那天没有日食，你打算怎么办？李淳风回答：如果不食，臣请死。到了那一天，太宗特地走到庭院里等着看结果，还故意对他说：我放你回家，跟老婆孩子告个别吧。李淳风不慌不忙，在墙上划了一道线，说：还早一刻，等日光照到这里，日食就开始。后来的记载只有8个字：如言而食，不差毫发。还有一件事更关键，《新唐书》的李淳风传里写，贞观年间，太白星多次在白天出现，太白就是金星，白昼可见在星战学里被归为女主昌的征兆。与此同时，民间流传着一本叫《秘记》的书，里面有一句话：唐3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私下把李淳风叫来问：这是真的吗？李淳风的回答是整个唐代预言史上最沉重的一段。他说：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这个人已经在陛下宫中，是陛下的亲眷，今后30年他会称王于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征兆已经形成了。太宗说：那我把所有可疑的人都杀掉，如何？李淳风说：天之所命，人力不可为，该称王的人杀不掉，白白杀了许多无辜，反而会招来更大的祸。而且他现在已经在宫里，是陛下的亲人，再过40年他也老了。人老了会变得仁慈，对陛下的子孙未必下得了狠手。可如果现在杀了他，天必再生一个少年来接替，那时候正当壮年，手段严酷，跟陛下结的就是血仇，陛下的子孙恐怕一个都留不下。太宗最后放弃了。这一段是正史记载，不是民间传说。它同时说明了2件事：第一，唐朝的最高统治者确实相信星战和谶语；第二，李淳风本人非常清楚，把话说死是会死人的。正是这2个真实存在的人，加上这些真实存在的记载，构成了后世所有托名之书的土壤。先说推背图，相传它是李淳风和袁天罡合著的，全书60项，每一项用60甲子命名，配一幅图、一段谶、一首颂。书名的由来来自最后一项的宋词：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民间据此编出了一个场景：李淳风推算入了迷，一路往下算，越算越远，停不下来。袁天罡在后面推了推他的背，说：天机不可再泄了，回去休息吧。所以这本书叫推背图。宋史艺文志确实注录过推背图，说明它在宋代就已经存在，并且被官方目录承认。明末清初的金圣叹为他做了批注，这个金批本后来成为流传最广的版本。不过推背图自己也有一段麻烦的身世。宋代以后，这本书在民间流传的太广，广到让历代朝廷都很头痛。有一种流传很久的说法是，宋朝的皇帝曾经下令
找人把推背图的顺序打乱，再故意抄出好几种内容互相冲突的版本，混在真本里一起流出去。目的很简单，让老百姓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发现每一本都不一样，自然就不会再当真。这个说法本身也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坐实，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今天存世的推背图、抄本、刻本、版本之间的差异确实很大，象序不同，文字不同，连图画都不同。所以当有人说推背图第几项讲的是什么的时候，你其实要先问一句，你用的是哪一个版本？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是理解后面所有解读争议的前提。一本连原文都不统一的书，任何精确到年份的推论，本质上都建立在流沙上面。再说乾陵，这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在今天陕西咸阳前线的梁山上。关于他的选址，流传最广的一则故事是这样的：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要为他选灵帝，同时派出了2个人，一个是袁天罡，一个是李淳风。袁天罡走遍黄河两岸都没看上眼，后来到了关中，某个晴朗的夜里，他观测星象，忽然看到远处一座山峰紫气冲天，正好与北斗相交。他狂奔上山，找准方位，身上没有可以做记号的东西，就掏出一枚铜钱放在中心点上，又怕被风吹走，抓了些土盖住，然后回朝复命。李淳风则沿着渭水一路东行。某天正午，他看见秦川大地上突兀立着一座石山，从南往北望去，形状像一位少妇仰卧在蓝天白云之下。他上山用身影取子午，用碎石摆八卦，拔下发簪扎进土里，也回朝复命了。2人报上来的位置竟然是同一处。武则天派人去复查，结果发现李淳风那根发簪不偏不倚，正好扎在袁天罡那枚铜钱的钱眼里。这个故事流传极广，几乎所有讲乾陵的文章都会提到，但它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袁天罡死于645年，也就是贞观19年；唐高宗李治死于683年，中间隔了38年。一个死了38年的人是不可能被派去替唐高宗选墓地的。这不是什么隐晦的破绽，是一个查一下生卒年就能发现的硬伤。可它1000多年来一直在流传，而且越传越细，细到有人能说出铜钱埋在哪一寸土里。这件事本身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最好的预告片，因为接下来要讲的藏头诗用的是同一套制造方法。类似的故事还有一则，传说袁天罡和李淳风晚年也各自替自己选了墓地，而且巧得离谱，2座墓都选在长安县，相距不过几百公尺。有一天，李淳风拄着拐杖去看袁天罡的墓穴，看完之后长叹一声，回头对弟子说：“我死后500年，墓必被盗，尸骨难安，而袁师的墓却能永世长存。”后来的传说说，这句话应验了，李淳风的墓早就被洗劫一空，袁天罡的墓却一直完好，因为那块地历代刚好都是兵营，没人敢动。这一类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先给你一个精确的不可思议的巧合，再给你一个无法查证的结局。他们不需要证据，只需要对称，而人的大脑对对称的东西天生没有抵抗力。那么藏头诗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它的形式很特别，不是诗，而是一段对话记录，开头写明了时间：唐太宗贞观7年5月19日，人物是唐太宗和李淳风，内容是太宗问，李淳风答。第一个奇怪的地方就在书名上，藏头诗这个名字在中国文学里本来有明确的定义。所谓藏头，是指把要说的话拆开，一个字一个字藏在每一句的第一个字里，读的人把每句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就能读出真正的意思。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文字游戏。水浒传里吴用替卢俊义题的那首反诗就是标准的藏头。可是这本藏头诗通篇是散文对话，不是诗，而且无论你怎么取，每一段的第一个字怎么排列，都拼不出任何有意义的句子。连百科条目在介绍它的时候都得加一句，虽然名为藏头诗，但是并不容易找出隐藏的字句。一本叫藏头诗的书，既不是诗，也没有藏头。这件事很小，却很说明问题。它暗示着这个书名不是作者取的，而是后来的人在流传过程中，为了让它听起来更神秘而加上去的。太宗一开口就问了一个所有帝王都想问的问题，他说：“朕的天下如今大致安定了，你深明义道，不知道是什么人开始败坏我的国家，我朝之后登基的又是谁？能传几代？你替朕一一说来。”李淳风先给了一个标准答案，他说：“
想知道将来，就看过去。得贤者智，失贤者丧，这是万事不易的道理。太宗不接受，他说：朕问的不是这个，朕要你用术数之学推算我朝能享国几年，谁乱我国家，谁亡我国家，谁得我国家，以及代代相传的顺序，朕就是要预先知道。李淳风说：此乃天机，臣不敢谢。太宗说：话从你嘴里出来，进朕的耳朵，只有你和朕知道，别人都不会知道，你一定要说。李淳风还是说：臣不敢泄露。于是太宗说了一句很妙的话，他说：你不说也不勉强，跟朕进宫里走一趟。然后带着李淳风登上了一座高楼，站在楼上，太宗说：上不至天，下不至地，你可以说了吧。这一段是整本藏头诗最有戏剧性的地方。上不至天，下不至地，意思是这里既不通天庭，也不通地府，没有第三方在听，这是古人设想中最极致的密谈环境。李淳风终于开口，他说的第一句是：乱我朝之天下者，即在君侧。30年后，杀唐之子孙殆尽，主自不知耳。太宗立刻追问：这人是文是武？你说清楚，朕现在就杀了他，除掉国患。李淳风说：此乃天意，岂人力所能为？此人在2旬之上，今若杀之，天必祸我国家，再生少年，唐氏子孙亦危矣。太宗说：那你至少描述一下这个人。李淳风的回答只有2句：其为人也，止戈不离身，两目长在空。止戈合起来是武字，两目长在空是至字，武直就是武则天。从这里开始，藏头诗进入了它真正的主体，一连串越来越晦涩的字谜。乱唐之后由谁来平定？李淳风说：有文曲星下界，生于卖豆腐之家，后来为相，自能平之。历代解者普遍认为指的是狄仁杰。接着是己丑，有一口一金，不成武者乱之。一口一金被解成伪字，指为后之乱。再往下，前24年可媲美于尧舜，后24年又有乱天下者，一人大口，逢阳而生，遇郭而止。前24年是开元盛世，后24年是天宝。一人大口合起来像安字，逢阳而生，指的是安禄山靠杨国忠得势，遇郭而止，指的是被郭子仪所平。谁来平定？李淳风说：光子做将，这被解成李光弼。再往下，越50年间稍稍太平，后60年混世魔王下界，日月生于面目，杀人无数，血流成河，这被解成黄巢之乱。幸有独眼龙平治之，指的是外号独眼龙的李克用。然后是关键的一句：后又有树挂拐齿者乱之。树是木，拐齿是一撇一捺挂在木上，合起来是一个朱字，指的是篡唐建梁的朱温。接下来，此时天下慌乱，人民饥饿，40年中有5火诛，更替为君。这是5代10国，5个政权轮流称帝，唐家血食尽矣，天下非唐有矣。大唐到此结束。宋朝来了，有真龙降世，走随小月，阳火应运，木石戴帽。走加上小月是赵字，木上戴一顶帽子是宋字，赵宋。再往下，200年有春头之人，蒙蔽主上，陷害忠良。春字的头是秦，指秦桧，使此国之君。以防一方，指的是南宋偏安。再往下，有人之王头腰八者乱之，人王八组合起来是金字，指金国。然亦不得此国之天下，有一物之主兴焉。一加上物是元字，人皆披发头生花，听其语不知其音，指的是蒙古人的发誓和语言。再往下，若非天生一牛，日月并行，天下几无人类也。天生一牛被解成朱字，日月并行是明字。朱元璋，明朝。明朝的部分也很细。此后大水再足，已有道之主生焉。然数年后，幽燕并起，皇孙遁去。幽燕并起指的是燕王朱棣起兵靖南，皇孙遁去指的是建文帝失踪。又约数10年，有承天启运之主出焉，又得忠贤之臣委以重任，私坏国家。太宗听到这里忍不住反问：忠贤之臣怎么会败坏国家？你这话是不是说颠倒了？这一问一答是整本藏头诗里最漂亮的一首，因为承天启运4个字里藏着天启，忠贤2个字就是魏忠贤。一个叫忠贤的人败坏国家，字面上是矛盾，实际上是姓名。
再往下，一马常在门中，弓常不肯解弓。门里一匹马是闯字，指李自成；弓常合起来是张，指张献忠。越数年乃丧国家，有八旗常在身之主出焉。清朝入关，清朝的描述更具体，人皆口内生火，手上走马，头上生花，衣皆两截。口内生火被解成吸食鸦片，头上生花被解成官帽上的顶戴花翎，衣皆两截被解成马褂。再往下，约200余年，又有混世魔王出焉，头上生黄毛，目中常流水，口内食人肉，这被解成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军被称为长毛。若非真主生于鸿雁之中，木子作将，亚口作臣，天下人民尚有存者在。木子合起来是李，指李鸿章；亚加上口是曾，指曾国藩。到这里为止，藏头诗的每一句都能对上号，而且对得非常漂亮。然后就在曾国藩、李鸿章这一句之后，整本书的画风突然变了。从下一句开始，句子开始变长，主语开始消失，时间跨度开始跳跃。然80年后，魔王遍地殃星满，天有之者，有无之者，无金银随水去，土木了无人，不幸待幸，王来又有金。你可以感觉到一种明显的落差，前面每一句都精确到某一个具体的人，后面每一句都是一团可以往任何方向解释的雾。这个落差就是破解藏头诗身世的第一把钥匙。有研究者早就指出过这一点，一本脱名的预言书，它的清晰度会在作者所处的年代戛然而止，作者活在哪里，书就写到哪里清楚。因为在那之前的事，它是照着史书往回填的，当然一填一个准；而在那之后的事，它只能靠猜，靠模糊，靠让后人自己去对号。藏头诗的清晰度刚好断在太平天国和曾国藩，也就是说，写这本书的人很可能活在清朝末年，他见过太平天国，见过曾国藩、李鸿章，但没见过民国。而这只是第一条线索，真正致命的证据藏在这本书的署名里。藏头诗流传的版本开头往往有一行题款：唐朝司天监供奉制诏，赐子臣李淳风传。这一行字有2个时代错位。第一，司天监这个机构名称，唐初管天文历法的机构叫太史局，隶属秘书省，长官叫太史令，李淳风担任的正是太史令。这个机构的名称在唐代改过很多次，隆朔2年改叫秘阁局，光宅元年改叫浑天监，九世元年改叫浑仪监，景隆2年改叫太史监，一直要到唐肃宗乾元元年，也就是758年，才正式改名叫司天台。李淳风死于670年，他去世88年之后，才出现司天这个机构名称。一个唐初的太史令不可能在自己的著作上署一个世纪之后才诞生的官署名。第二，赐子。唐代的余代制度始于唐高宗永徽2年，也就是651年。赐紫金余代作为一种恩宠成为常制，要更晚，大约在景云2年，也就是711年之后，紫衣配金余代才成为定例。而藏头诗自称的对话发生在贞观7年，也就是633年，比余代制度的起点还早了18年。一个贞观7年的官员带着唐肃宗年间的官署名，配着唐睿宗以后才成为常制的紫金余代，向唐太宗泄露天机，这在时间轴上是完全不成立的。还有第3个问题，出在人物年龄上。藏头诗明确写着时间是贞观7年，也就是633年，而李淳风在文中形容那个未来乱唐的人，说的是此人在2旬之上，意思是这个人已经20多岁了。可武则天生于624年前后，633年的时候，他大约9岁、10岁，距离20岁还差得很远。他要到贞观11年，也就是637年才入宫，那年14岁。更麻烦的是，袁天罡是贞观8年，也就是634年才被召到九成宫的，而藏头诗把这场密谈安排在贞观7年，比袁天罡进入唐太宗视野还早了1年。换句话说，如果你相信藏头诗，那么在袁天罡还没被皇帝召见之前，李淳风就已经把大唐往后1000多年的事全说完了。还有语言本身，文中反复出现混世魔王这个词，前后用了3次以上。混世魔王是明清白话小说里的常用语，西游记里有混世魔王，水浒传的绰号系统里也有类似构词。它不是唐人的语汇，一个唐初的太史令在贞观年间跟皇帝密谈时，张口就是混世魔王，这在语感上非常违和。最后一条是目录学上的沉默，
李淳风在《旧唐书》和《新唐书》里都有传，传里列了他的著作，以四战、林德历、法相志、典章文物志，还有他注释的《算经》。没有藏头诗。宋史艺文志收录了《推背图》，也没有藏头诗。这本书在历代正式书目里几乎是隐形的，它真正大量流传是清末民初以后的事。把这些线索加起来，结论其实相当清楚，藏头诗是一本清末的脱明之作。它借用了两个真实存在而且真的以预言闻名的唐朝人，把一段从唐到清的历史用拆字的方式倒着写了一遍。那为什么偏偏是清末？因为那正是中国近代最动荡的一段时间，太平天国前后打了10几年，波及大半个南方。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一个接一个开放。1860年，英法联军进了北京，圆明园被烧，紧接着是洋务运动、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庚子事变。在那样一个秩序崩塌的年代，人需要一个解释，而中国最古老的解释方式就是谶纬。谶纬之学从汉代就有，它的核心逻辑是，眼前的混乱不是偶然，是早就被写好的剧本里的一页，只要它被写在剧本里，它就有终点，就有下一幕。所以那个年代出现了大量脱明的预言书，除了藏头诗，还有据说在1918年于南京一座塔内被发现的金陵塔碑文，也有各式各样重新编排过的推背图抄本。他们几乎都遵循同一个模式，往前写的极准，往后写的极糊，而且都会在结尾许诺一个圣人出世，天下太平的收场。这不是骗术，或者说不只是骗术，它更像是一种集体的心理自救。在看不到明天的时候，一本声称明天早就写好的书本身就是一种安慰。可是说到这里，真正有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因为如果它只是一本清末的伪书，那它应该早就没人看了。可事实刚好相反，它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每隔几十年就会被重新翻出来一次，而且每一次的解法都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藏头诗在曾国藩之后有一句，然80年后，魔王遍地殃兴满。清末的解者把80年后往后推，正好落在20世纪30年代，于是这句被解成抗战。紧接着的一句，幸有小天罡下界，扫除海内而太平焉，就被解成了一位当时的政治人物。再往后一句，90年后，又有木仆之人出焉，常带一枝花。这一句是整本藏头诗被重解次数最多的一句。木仆两个字合在一起是什么？从来没有共识。有人拆成蒋，有人拆成毛，有人说仆就是子，子就是子，于是解成某位带李字的政治人物。同一句话，在台湾的节本里指向一个人，在海外的节本里指向另一个人，在大陆网络上又指向第三个人。再看下一句，不幸有贺知君，身带长弓，一日一钩，此人目长在后，眉长在腰。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解法，把身带长弓拆成野，一日一钩拆成田，目长在后拆成家，眉长在腰拆成燕，合起来得到一位日本首相的名字。这个解法在2011年前后非常流行，因为那时候刚好有一位名字对得上的日本首相上任。问题是，那位首相在任仅1年多就下台了，而藏头诗接下来描述的天翻地覆完全没有发生。于是这个解法被悄悄放下，换了一批人，换了一套拆法，同一句话又被安到了别人头上。这才是藏头诗真正的秘密。它之所以能活1000年，不是因为它准，而是因为它模糊到可以被无限次填空。拆字这个方法本身就是万能的，任何一个汉字都可以被拆成2到3个部件，任何2、3个部件也都可以拼出好几个不同的字。你只要先知道答案，再回头去凑部件，成功率是100%。而在答案还没揭晓之前，同一句话可以同时支持5种互相矛盾的解法。我们可以现场做一次实验，就拿藏头诗里那句身带长弓来说，如果你想解成野字，可以说野的右半边羽，形状像一把长弓。如果你想解成章字，更直接，弓长本来就是章。如果你想解成红字，弓在左边也成立。如果你想解成夷字，《说文解字》里就写夷从大从弓。如果你想解成引，那更是弓字加一竖。一句4个字，至少可以拆出5个不同的姓氏或名字。而藏头诗后半段这样的句子有几十句。再看另一句，两手在天，两足入地。这句话被解成过黄字，也被解成过卯字，还被解成过电字。甚至有人说它根本不是拆字，而是在形容一个顶天立地的人。4种解法
4个方向，没有任何一种可以被证伪，也没有任何一种可以被证实。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本书在100年里可以支撑出几十种互相打架的解本，而每一种都能自圆其说。他们的自圆其说靠的不是文本，是解读者的想象力。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名字叫后见之明偏误。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会觉得自己早就看出来了，而预言书提供的正是一个让这种感觉可以无限反复的场地。好，铺垫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了。2026这个数字是怎么跟一本唐朝书名绑在一起的？先讲一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藏头诗本身其实给了自己一个结尾。全书的最后一句是此后一治一乱，两两相治，有虚之年，人数尽矣，天地合矣。太宗回了一句朕知之矣。有虚之年就是鸡年和狗年，而2026年是丙午年马年，2027年是丁未年羊年。也就是说，按照藏头诗自己写下的结尾，它的终点根本不在2026。最近的有虚组合是2017和2018，下一组是2029和2030。更关键的是，如果你把藏头诗后半段自己列出的时间跨度加起来，会得到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在清末那一段之后，他写如是者50年，再往后500余年，天使魔王下界，再往后大乱之后又有真主出焉，如是者280年，再往后如此者600年，再往后此后200年间，再往后天下大乱者60余年，最后才是有虚之年。把这些数字加起来，超过1600年。换句话说，藏头诗自己设定的终点大约在西元3700年前后，他从来没有把终点放在2026年，甚至没有放在这个世纪。那2026是从哪里来的？答案是，它不是从藏头诗来的，它是从另外3条完全不同的线被拼接进来的。第一条线叫赤马红羊节，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传统说法，而且来历相当久远。在天干地支的纪年里，60年是一个轮回。丙和丁在五行里属火，火为赤红，午的生肖是马，未的生肖是羊，所以丙午年被称为赤马，丁未年被称为红羊。最早发出警告的是北宋的道士张继先，正一天师道的第30代天师，生于1092年。元代道士张禹编的《选品录》里记载，宋徽宗政和年间宫中失火，命张继先徐解，他趁机上奏，提醒皇帝小心红羊赤马之恶，话说得很隐晦。结果1126年是丙午年，金兵大举入侵；1127年是丁未年，徽钦二帝被掳，史称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到了南宋，一个叫柴望的小官把这件事系统化了。淳佑6年，也就是1246年，元旦那天发生日食，朝野惶恐，柴望写了一篇丙丁归建呈上去，统计了从战国秦昭王52年，也就是西元前255年，一直到5代后晋天福12年，也就是947年之间，所有丙午和丁未年份发生的大事，他发现这些年份里约有一半出现过动乱或改朝换代。这份奏折没有换来嘉奖，因为大宋最痛的伤疤靖康之耻正是丙午丁未年的事。丞相大怒，柴望被下狱。后世不断有人引用这个说法。洪迈的《容斋随笔》记过丙午丁未之恶，唐代诗人殷尧藩写过太平从此消兵甲，既取弘阳换节年。清代的龚自珍，近代的孙中山，诗文里都提过弘阳节。被反复引用的具体年份包括西元前195年丙午，汉高祖刘邦去世，吕后专权；1126年丙午，靖康之变开端；1906年丙午到1907年丁未，清末各地起义频发；1966年丙午，文革开始。而下一个赤马红羊正是2026年和2027年。这条线本身跟藏头诗、跟袁天罡、跟李淳风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宋代的产物，比藏头诗的成书还早了几百年。第二条线来自推背图的编号，推背图全书60项，每一项按照60甲子的顺序命名，第一项是甲子，第二项是乙丑，以此类推。而丙午在60甲子里刚好排在第43位，所以推背图的第43项干支正是丙午，而2026年也正是丙午年。这个对应在网络上被大量引用，听起来确实很震撼。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误解，推背图的干支只是60个编号，是排序用的，
不是年份指涉。如果它真的代表年份，那第一项甲子就该是某个具体的甲子年，第60项癸亥就该是某个癸亥年，整本书就会变成一个只涵盖60年的预言。这显然跟他自称预言1000年国运的定位矛盾。而且推背图第43项的内容，历来的解法从来没有统一过。金圣叹批注本的原文：谶是君非君，臣非臣，始兼微，终克定。宋氏黑兔走入青龙穴，欲进不进不可说，唯有外边根树上，30年中子孙结。金圣叹自己的批注很诚实，他说这一项疑似接续前一项，君臣出售，有一杰出之人为之抵定，然必在30年后。他也没说死是谁。后世的解法五花八门，有人把黑兔青龙解成癸卯年和甲辰年，于是断定大事会发生在2023到2024年。这个解法在2022年底极为流行，结果那2年过去了，被预言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也有人指出，如果黑兔青龙只是年份，那这一项就失去了预言的主体，整句话会变成一个没有主语的空壳。还有人把它解成1997年的香港回归，因为那年6月30日是癸卯日，7月1日是甲辰日。同一项3种解法指向3个完全不同的事件，时间跨度接近30年。第3条线最值得警惕，因为它是凭空制造的。2026年前后，网络上开始流传一段所谓的推背图第43项谶语：赤马绝足，乾坤倒悬，纲常错乱，九域有分。这段文字被大量转载，配上很长的分析文章，读起来煞有介事。问题是，这4句话在金圣叹批注本里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第43项谶语是君非君，臣非臣那4句。所谓赤马绝足，是有人把丙午年的赤马意象直接写成古文，再安到推背图头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当代现象。过去的委托是几十年才出一本，现在的委托可以在几天之内完成，然后借着转发，在几周之内变成很多人心中的常识。而且今天造一段古文比清朝人容易太多了。清末的人要写一本藏头诗，得熟读史书，得懂拆字，得有耐心把几百年的事一句一句倒着编回去。今天只要几分钟就能生成一段语气古朴、对仗工整，看起来像那么回事的4言谶语，再配上一张泛黄的书页图片，加上几句某某古籍记载，传播的难度几乎是0。所以在2026年这个节点上，我们遇到的其实是2层问题。第一层是清末那本伪书本身，第二层是今天在那本伪书之上又长出来的一批新的伪句。而这第二层比第一层危险得多，因为清末的伪书至少还诚实地保留了一个可以被考证的文本，而今天的伪句连文本都不固定。昨天流传的版本和今天流传的版本可以完全不同。判断方法其实很简单，只有2步。第一，去查原始版本，看看这句话在金圣叹批注本或者是任何一个有年代可考的抄本里到底存不存在。第二，去看这个解读是在事情发生之前提出的，还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被翻出来的。这2步做完，90%以上的神准预言都会自己散掉。除了这3条线，还有一些零散的说法也被拉进来凑数。比如唐代黄破禅师诗里的一句刚到金蛇运乙中，金蛇被解成乙巳年，也就是2025年。于是有人说2026年就是新旧交替的一年。又比如托名刘伯温的推背图里的一句难过寅卯辰巳年，若要闯过这几年就是活神仙。寅卯辰巳对应2022到2025，于是2026被解读成过关之后的第1年。有意思的是，这2种解法的方向刚好相反，一个说2026是大变之年，一个说2026是苦尽之年，而他们常常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被同一个人同时引用。至于当代的预言者，说法也不见得都是悲观的。帕克在展望未来几年的时候就说过，2026年之后，人们会开始看到世界上发生一些非常正面的事情，只不过在那之前还得走一段崎岖的路。那么回到现实，2026年到目前为止究竟发生了什么？从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看，这确实是一个高密度的年份。年初，台湾和美国签署了贸易协议，台湾的半导体与科技企业将对美投资2500亿美元，换取美方调降对台湾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在此之前，华府批准了规模接近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内容包含飞弹、
无人机与先进防空装备。国际上多家智库的报告指出，解放军被要求在2027年底前具备相关军事能力，而2026年的台海周边可能会出现更具挑衅性的军事活动。日本在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里把中国定位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同一时间，波斯湾的荷默兹海峡持续紧张，乌克兰战事没有结束，中东局势反复。有意思的是，数字本身有时候会给出相反的讯号。今年上半年，解放军基建在台海周边的活动架次实际上降到了3年来的低点。虽然日常扰动仍然存在，台湾自己这一年也有大事，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选举，而8月刚过，一场汉光演习，一次台风，一轮关税谈判，同时压在同一个月份里。你会发现一件事，上面这些事情每一件都是真的，每一件都可以被拿去对应藏头诗里的任何一句晦涩文字。紊乱山河可以是它，天下大乱可以是它，海内又有海，天上更有天，也可以是它。但反过来想，任何一年都能找出这样一份清单，1999年可以，2012年可以，2020年更可以。世界从来就没有一年是风平浪静的。预言的强度从来不是来自预言本身，而是来自我们对当下的焦虑。讲到这里，我想把镜头转回到唐朝，讲一件在整个故事里分量最重也最沉的事。贞观年间，那本叫《秘记》的书在民间流传，内容是唐3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与此同时，太白骤见的天象反复出现。某一天，唐太宗在宫中设宴，招待一批武官，席间行酒令，要求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小名。轮到一位将军时，他说自己的小名叫武娘子。太宗当场愣了一下，掩饰着笑说：哪里来的女子这么勇猛？这位将军叫李君羡，他是唐朝的开国功臣，早年跟过李密、王世充，后来归唐，屡立战功。而他身上的巧合实在太密集了。他官任左武卫将军，带的是武字；他封爵武连郡公，带的是武字；他籍贯武安，还是武字；他在宫中的职守是玄武门，加上小名武娘子，一个男人却有一个女子的乳名。女主武王这4个字，好像每一个都落在他身上。太宗开始猜忌。不久之后，李君羡被调离长安，出任华州刺史。到了华州，他跟一个自称能辟谷、通佛法的布衣百姓来往密切，被御史台盯上。御史弹劾他交通妖人，图谋不轨。贞观22年，也就是648年，唐太宗下诏，李君羡以谋反罪被处斩，家产抄没。他死的时候虚岁57，而真正的女主武王武则天那一年25岁，正在感业寺出家的前夕，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40多年后，武则天登基称帝，天寿2年，李君羡的家属向这位女皇帝申冤，武则天下诏追复李君羡的官爵，圣历3年，以礼改葬。这是整个唐代预言史上最刺眼的一个注脚。一句谶语没有杀任何人，是相信谶语的人杀了人。而讽刺的是，最后替死者平反的正是那句谶语真正指向的人。李淳风当年劝唐太宗的那番话，重点其实从来不是天命不可违，他真正在说的是，如果你相信一句模糊的话，你就会开始在身边找人对号入座。而一旦开始对号入座，第一个倒下的永远不是预言里的那个人，而是最容易对上号的那个人。李君羡的名字里没有武，可他的官职、封爵、籍贯、职守和小名里有。他不是被天命选中的，他是被字面选中的。这件事发生在648年，而在那之前3年，袁天罡就已经离开了。现在我们回到开头那句话，高士廉问：你还能做什么官？袁天罡答：我自知相命，今年4月数尽。这句话真正的分量落在自知2个字上。一个看了一辈子别人面相的人，最后把那套本事收回来，用在了自己身上。他没有推算国祚，没有推算谁会篡位，没有推算1000年后的天下，他只算了一件事：我什么时候该退场。然后他安安静静地退了场。至于那个流传更广的版本，说袁天罡临行前被唐太宗问到大唐能传多久，他想了半天，说了4个字：猪上树时。太宗听了哈哈大笑，觉得猪怎么可能上树？这是说大唐江山万世永固，于是重重赏了他。这个故事在正史里找不到，是后世的演绎，但它之所以能流传，是因为后人在藏头诗里找到了那句树挂拐齿者乱之，
也就是那个朱字。朱和朱同音，木就是树，朱上树就是猪瘟窜堂。你看，这就是这条解读链条的缝合处。一个野史里的段子，一本清末的伪书，中间靠一个谐音字扣在一起，就成了一个看起来严丝合缝的千年预言。而在这个故事里，真正值得注意的，其实不是袁天罡说了什么，是唐太宗听到了什么。同样4个字，唐太宗听出来的是万世永固，他没有多问一句猪为什么会上树，也没有想过这4个字还可以有别的意思。他听到了自己想听的，然后笑了，然后给了赏赐。1000多年来，所有读预言书的人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推背图的最后一项写的是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传说里，袁天罡推李淳风的背，不是叫他闭嘴，是叫他回家。说到底，一本书如果需要靠拆字、靠谐音、靠事后重新排列才能成立，那他预言的其实不是未来，是我们的心情。清末的人在里面读出太平天国，民国的人在里面读出抗战，上个世纪的人在里面读出各自的政治对手，而今天的人在里面读出2026。同一本书换了7、8代读者，每一代都觉得自己读到的才是真的。2026年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台海的紧张是真的，中东的动荡是真的，关税与供应链的重组也是真的。这些事情不需要一本唐朝书名来背书，他们就在新闻里，每天都在更新。而丙午年的火，赤马红羊的节，第43象的干支，这些说法真正的作用，或许不是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而是提醒我们一件更古老的事：世道兴衰不自由，这一句是真的。可正因为不自由，才更需要在自己能决定的那一小块地方把事情做好。袁天罡最后那句话说到底只是4个字的意思：安排好自己。他知道自己4月要走，于是4月之前该交代的交代，该辞的官辞掉，该回的家回去。他没有拿这件事去吓唬任何人，也没有拿它去换什么。这大概才是一个真正的算命人能给后世留下的唯一有用的一句话。至于藏头诗里那些看不懂的句子，就让他们继续看不懂吧。等到某一年，又会有人把它翻出来，重新拆一遍字，然后告诉所有人，你看，1000多年前就写好了。那时候你会知道，这句话前面已经有7、8个人说过了。